嗨，欢迎收看周末黑手党因为我们频道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我们的私讯都有观众在问说 CNC 要怎么做，像马达怎么选控制器要用什么主轴要用什么，没关系，因为实在太多人在问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直接把全部的东西一口气介绍下来你现在精神要很好如果有失眠的话，你就继续看如果你还有别的事的话，等你精神状好一点的时候再过来看。因为我怕你们影片看到后面会睡着，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录完会多长。准备好了齁，我们要来开始我们就以这一台当模型，我们来介绍说 CNC 到底需要哪一些东西。首先，一台 CNC 最重要的就是主轴，因为主轴的规格就会影响你切削的材质、切削的速度，还有你机构该怎么设计。所以首先我们会有一个主轴，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有了东西之后，我们有主轴会转，我们需要有一个工作台。工作台像这个就是有 XY， 不管任何形式都可以，反正就是我们要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工件可以在上面去被加工。最传统的话就是有主轴，有这个平台，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了，只是我们是要用手去转，然后有时候跑曲线，我们手就没办法去转出那一种曲线。可是如果你只是跑直线运动的话，像在这个状态里，你就可以去做你想要的工件了。再来，因为人一定是偷懒的嘛，所以我们上面必须要有马达去控制这个东西前进后退。所以这时候选择上就有很多种了，像有步进马达还是4伏马达，主要就这2种再来，我们有了这个，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控制器我们现在主流的控制器有2种以 DIY 来讲如果以工业用的话，我们就不管什么30方纳科西门子那一些我们就不说。我们以 DIY 的来讲，我们就分2种，有一种是需要接着电脑的，由电脑去运算的，还有一种是电脑就直接装在控制器里面，由控制器自己运算，我们把我们的 G 扣放进去就可以做运算。然后以连接电脑的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 GPRL， 就是用 Arduino 为基底做的，或者是马赫3，这2种都是需要接着电脑它才能动作的其他那种微电脑在里面的太多种类，我们要再慢慢介绍。有了控制器之后，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像外部按钮叫它启动停止或者是马达已经过载的时候，控制器要知道，或者是我们需要发生危险，我们需要集体，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外部的按钮开关。然后再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切削的东西可能要吹风或者是喷切削油，那我们就需要有电磁阀或者是水胖普去冷却我们的刀具，所以就会有一些 I/O 的东西。所以我们组成一套完整的 CNC 就要5个东西。第一个一定要有机构，然后再来我们要有主轴，再来我们在控制平台我们就需要有马达，像是步进或4伏，然后再来我们就需要控制器，然后还有一些外部的 I/O， 组成一台 CNC 就是需要这5大部分。然后再来我们就接下来把这5大部分依序的介绍一次。首先我们要做 CNC 最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就会遇到电路这一些东西。我们电路基本上一定要一个这种总电源开关嘛，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维修的时候把总电源关掉，我们才有办法进行检查。然后再来基本上一定会有 power， 然后通常都会好几颗，因为会有那个马达要用的，然后步进马达驱动器也要用的，然后控制器也要用的，然后 I/O 也要用的，所以会非常多，所以这是其中一种而已。再来我们一定会有端子盘，因为我们的正负电会用到非常多，所以你只靠这里这些端子你一定不够接，就算够你也是只是用跨接的方式，这样子在找问题的时候不好找，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电拉来端子台上面，我们再去做分接。以这个 power 来说，我会比较建议，如果它正负电出来的话，最好装个保险丝座，因为当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你一烧掉你就知道是这一部分的电路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去查，因为它保险丝会烧掉。那好，那我们就先简单用这个回路先接一个简单的模型。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电源怎么来，一般都会有插头啦。然后我们这电源线，我们最好是多夹个端子，这样子。如果有能力的话，就用个号码圈，以后会查的话会比较方便。然后所以我们电源就要接上我们这个总电源开关这边。然后像这个开关上面它就有 LN， 就是我们所谓的火线跟水线啦。如果你能量出来就量，量不出来其实也没差。好，这样我们的电源线就可以接到这个总开关了。然后这个插头现在就先不要接了等我们整个完成的时候，我们再把插头接到我们的电源上面。
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先把这个交流电接到这个 power 上面。然后一般这个 power 上面就会 L 跟 N， 然后还有地线。我们 LN 就这样子把它接到我们的 power 上面。好，这样子 power 这样接好了。不过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接地线。然后我们地线通常都是要接到这种接地铜牌上面。只要有地线的，我们就是把它接来这边。到时候你的地方有没有，我们再说。但是我们还是先都接起来，让地都通在一起。然后这个 power 我们这样主电源已经接上去了，不过这里有一个地方要补充，如果是比较旧式的电源供应器的话，然后通常我们比较旧型的 power 的话，通常会有这个开关去选择，所以我们如果要接110的话，我们就要切到115。像如果你是220的话，我们就要把它切过来，然后切过来这边230，所以比较旧款的 power 你就要去记得说，你输入的电压是110或者是220，然后去决定这个开关要开在哪一边。好，在电源好了，我们就确定可以，所以我们再就是把我们的正负电拉到保险丝这边来。V 正就是那个 power 的正电，然后这里有一个负 V， 就是那个 power 的负电。好了，那我们电源就接到保险丝上了，所以我们再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电源接到这个端子上。等一下我们这一整排端子台啊，我们后面就会锁一排这个短路片，这样子我们只要有一个点有接进来的时候，这整排就是会有相同的电的，上下都是。好，那我们就是正电从保险丝出来的地方接到我们的端子台上面，然后负电也一样。好，我们现在这里正电就是接来这边，所以我们上面整排就是我们的正电，然后我们这零 V 是接到下面这一排，所以我们这下面这一排全部都是零 V，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保险丝盖上去，就是这一种的。有这一种会比较好啦，有的你可能会看到说没有这种盖子，就是这样子，直接这样放进去。可是个人认为啦，这样要拿实在是不是很好拿啦，所以能的话最好是买这个的。这种有分 AC 跟 DC 的 ，DC 的话比较要注意的是，它这上面有写正跟负，所以我们这边如果是像保险丝做要接的话，如果这边是正的话，我们就要接在正这边。在我们的负电的话，保险丝说我们刚刚有说有正负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边是负，所以我们要接在负这一边，它在烧掉的时候它才会发光，所以装起来就会是这样子。好，这样我们整个接好了，所以我们就是电源打开的时候，我们这 AC 电会到这个 power， 然后 power 之后会输出24V 经过这个保险丝，然后再到我们这个端子台。保险丝我讲这正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正负接错的话，你烧掉你会不知道哪一个烧掉，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小灯，你一烧掉的时候，它这个电灯是会亮起来的。在我们这个最基础的电路好了，那我们就是要让电灯亮起来。好，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颗这个电灯 ，DC 24伏的电灯。好，在我们电灯的话，上面都会通常会写1跟2啦，它一定会写它额定的电压，像它这边就是写 AC DC 24V， 然后所以我们只能接 DC 24V 或 AC 24V。然后通常啦，我个人的话，我会比较习惯数字大的我接正电，然后数字小的我接负电，然后我们就接上回路，让这个电灯亮起来吧。好，我们刚刚讲过，这上面整排是正电，这下面是负电。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从上面这里先接过去，然后再接，因为我说我习惯接在数字大的地方啊，所以大家就接起来就是会这样子。然后之后我们零 V 再从这边，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电源供应器。好，这样子接起来，我们就把电插上去了。然后我们要把电源接上之前，请记得这个是 off 的状态。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电源插上去了。然后我们电源一打开，我们这个电灯就亮起来了。不过一定觉得这样很无聊，对不对？我们看，打开我们电灯会亮，但是关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电源供应器它还有一点残存的电流，所以它会慢慢的熄灭掉。不过现在这样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当我们东西接很多的时候，我电源一打开，全部的电灯就亮了，我关掉就熄灭了。但是如果有一些我想要久一点，或者是我需要切的时候，它在动作，那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按钮开关。然后我们在讲按钮之前，我们先了解什么叫 A 接点跟 B 接点，或者是 NO 或者是 NC。所谓的 A 接点就是在正常的时候，它这个簧片是还没跟它接触的，所以这里到这里它们是断开的。
可是当我们的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它这里就会相接在一起，所以它就会相通。所以它在 A 接点就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电是不会流过去的。然后再来我们会介绍叫做 B 接点。然后再来，这就是 B 接点，就是称之为 NC 接点，就是正常的时候它是 close， 就是关闭连接的状态。所以我们正常这样电一送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边流过去了。当我们按下按钮的时候，它这个离开这边，离开这里两个就变成断路了。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A 接点、B 接点。那我们实际上把它接到按钮来看一下它的特性。好，首先那我们就先接 A 接点的上去。好，在我们按钮已经弄上去了，怎样用按钮去控制我们的电灯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正电或者负电其中一条把它接到我们的按钮上。啊，如果以亚洲地区来说，通常都是把0V 接到按钮上。好，然后再来我们正负电已经接好了，在这边我们要控制它，我们就必须先把一条线连接到我们的电灯上面。好，这样我们电灯就这样接过来了。这样子回路来就是我们正电会先流到这边，然后再流到这里，因为我们这接的是 A 接点，所以它目前是断开的状态，所以它电没办法从这边流回去，所以电灯是不会亮起来的。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电源打开了。好，我们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电灯也都没有亮了。再来我们就按下按钮，你会发现它电灯已经亮了，然后放开它就灭，按，然后灭。好，那我们现在把电关掉，我们把这个线把它换到 B 接点上面。好了，我们已经把接点从 A 接点换到 B 接点了。再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当我们把电源打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好，答案揭晓，就是一开始它电灯就会亮起来了，然后再来我们把按钮按下去的时候，电灯就会熄灭，然后打开。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就是复归型按钮，就是按下去它就会弹回去，按下去就会弹回去。然后再来会有一种这种扣压式，当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它会卡住。当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它解除，这是这种扣压式的。然后再来会有这种选择开关，就是它可以切着哪一边，它都会固定在那一边。所以这是就是要搭配看 A 接点、B 接点怎么使用。好，然后再就是这种切换开关，通常都是拿来做模式选择啊，或者是手动、自动这种的。然后还有一种叫做3段开关，就是这一种。就是它切过来的时候，这两边会导通；它切到中间的时候都不导通，然后切过来这边换这两边导通。它通常3段开关通常都是用在不能同时 on 的东西，像马达正转跟反转是不能同时的，像气缸的前进跟后退你也不能同时，因为不然你用这种按钮开关，如果有人很调皮的时候，2颗给你同时按下去。然后如果你的护锁回路如果没做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好，再来就是我们这种叫做微动开关。啊，这就是微动开关，通常上都会把符号画好啦。像它这个表示就是1跟2在还没按下去的时候，它们是导通的。然后当我们按下去的时候，1跟3就会导通，因为它这里有一个这个会上下移动。啊，如果万一遇到没有符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都得靠电表来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电表这种比较常用啦，就是它这个可以量电流，然后交流电压，然后还有这个直流电压，然后再来欧姆档，我们就切到我们的欧姆档。它在我们这里它有一个欧姆跟 BB 的互换的按钮，所以我们按下去，这时候那个 BB 的就会起来。所以当我们这2个碳棒的时候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 BB， 然后我们就切到这个档位，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开关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它这边写1跟2是相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1跟2把它接起来，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我们的 BB 就叫了，然后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它就不叫，然后再来这一个，你看一开始它是不会叫的，当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它会叫，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是 B 接点，这是 A 接点。然后按钮也一样，反正就是如果你没办法从上面看到符号的话，就请相信你的电表吧。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都是算机械开关，就是我们手必须去动到它的，它才会 on off。再来我们会讲的是电子开关，
再来我们就会有常见就是磁簧开关，还有这种光束子开关，然后还有这种叫做压力开关，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光电开关，像这是有放大器的。然后这些 sensor 都有一个特性，你在买的时候，它一定会问你说你要 PNP 的还是 NPN 的。然后再来我们就来说明 NPN 跟 PNP 的差别。我们就想象一个电灯，如果是 NPN 的话，正电会接在电灯上面的，所以我们要怎样让电灯亮起来？我们一定是要送一个零符给它嘛。所以这些开关就是动作的时候，它就会从它的讯号这边送出零符，它就会让我们的电灯亮起来。那 PNP 就是相反，就是我们的电灯是先接着零符了，再来我们只要再送24符给它，我们的电灯就会亮起来。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再来我们常会遇到就是有3线的 sensor， 它通常这种上面会有3条线，会有棕色啊、蓝色跟黑色。我现在讲的是通常哦，实际上还是要以他们说明书为主哦。通常就是棕色的要接正电，然后蓝色的接负电。然后黑色的是讯号线，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把正负电先接上去之后，再把这个接到我们的电灯上面。把这些3线 sensor 都一样，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以这一个为示范，让我们的电灯亮起来。好了，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是 NPN 讯号的话，我们就是24伏已经接的电灯了。再来我们讲的这个正负电，我们就先接到我们的那个端子台上面。好了，再我们就是把正负电已经接到这个端子台上面了，再我们就是把这个讯号线接到我们的电灯上面。好，那我们电已经接好了，那我就把电源打开。发现它一开始就亮着，因为它这个光电 sensor 就是我光通过的时候就是导通，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拿一个东西把它挡起来，就会熄灭，打开熄灭，打开。熄灭，然后可以发现这个开关是正常的时候它是 NC 的，所以它一开始电灯是亮着的。再来我讲的是如果有遇到的话啦，如果有的话，没有的话你就只能把它当 V 接点用而已。像这一个刚好它是4条线，它有一条黑色的跟白色的。通常有的这种4条线的，它就是可以做 NO 跟 NC 的交换。好了，我们已经把线换为白色的线，我们打开。可以发现电灯一开始就不亮了，然后当我们把它遮起来的时候，然后这种就是可以交换它的极性的。所以如果有遇到这种的话，就可以依照你的选择，看你要 A 接点还是 B 接点的话，就可以去做选择。好，再我们就要介绍到这种，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2线开关。2线开关你可不可以要什么棕色正电、蓝色负电接上去哦？这个一导通的时候，它就直接炸掉给你看哦。所以这就不要正负电直接接上去哦。像我们这个电灯接着24伏，我们要怎么让它亮呢？我们这里需要给它0伏嘛，所以我们就必须先把这个0伏的这一个接到我们的电源上。然后0伏当电源流到这边，它导通的时候，它电就会从这边送到这边棕色的地方。好，这样我们就接起来了。好，我们就把电源打开了。这种叫做磁簧开关，顾名思义就是它必须要有磁力才能让它动作，所以我们就会拿一个磁铁来，像我这样子慢慢靠过来，靠到某个点的时候，电灯就会亮起来，它就是有侦测到磁力线。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它就熄灭。如果是 PNP 的，就是反过来，就是电灯是接着0伏，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里正电从这边导通到给它，电灯才会亮。所以这一种就没有分 NPN、PNP， 只是你要搞清楚你的电灯是接什么极性。这种2线式就是其实它就是一般的开关，只是它有分极性，你的正电跟负电是哪边要先送而已的问题。再来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完了电灯，还有一些机械开关，然后还有电子开关。再来 CNC 控制，你总不能只有输入给它嘛，我们总是要输出去控制东西，像是胖扑还是电磁法啊。再来我们就是需要用到继电器，还有这个电池接触器，这2个都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都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因为一般控制器上的输出点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负载，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继电器或者是接触器来做我们对外装置的控制。好，再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继电器，继电器上会有那个线圈，线圈你就想象成是电灯，然后还有接点。
啊，如果你电灯跟 A 节点、B 节点还是没搞清楚的话，请你还是要往前再看一下，不然这边没搞懂的话，后面会很麻烦的。啊，这里我们会有线圈跟接点。我们首先我们控制一定是控制这个的线圈。我们在通电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电磁铁，这电磁铁就会把这个簧片把它往这边吸过来，可以做到 A 节点跟 B 节点的切换。然后再来我们就先把线圈先接起来。我们来看它的动作，像它这个上面有跟你写是34，它是34，它正负也有帮你写在上面，所以请跟着它的正负去接，不然它的指示灯是不会亮起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线圈在哪里，我们一样就是可以拿出电表。我们就可以拿出电表，然后我们就一组一组去找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是这2个，通常量起来就会量到那个欧姆值，那就表示这是线圈。好了，那刚刚我们电灯已经会接了，我们只是把电灯换成线圈而已，所以一样我们也是正电、负电接过来。好了，这就是跟刚刚电灯接法一样嘛。好，再来我们就会把电源打开，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往下被它吸过去了。那我们再把电源 off。好了，这就我们刚刚跟电灯一样，在我们试试就需要一个按钮来去控制它的 on off。所以一样，因为我们讲都是以 NPN 的系统去讲，所以我们就正电继续留着，电源我们就关掉，然后我们就把0V接到我们的开关上，然后跟刚刚接电灯一样，这里，然后这里再接回我们的继电器的0V 的地方，这样我们回路就接起来，跟刚刚接电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位置换了而已。好，我们把电灯打开，它就可以发现，我们按下去它才会 on， 放开它就 off。on，off，on，off。好，再来我们能控制了，就表示我们用很小的电流去动这个继电器了。再来我们要怎么去用继电器去控制电灯呢？就跟刚刚一样，电接到接点，接点再接到它。然后当经过我们的继电器控制的话，这时候我们就不用管 NPN 或 PNP 了，看你喜欢从正电去控制它，或者是负电去控制它，这个都没有关系。或者是正负接来这边，然后再正负一起去控制它。这只要看你们开心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讲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会把正电接上去，然后我们就接到这个继电器上的 A 接点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先接到这个 A 接点，然后我们再从供点把这个电接出来，然后再接上我们的电灯上。最后就是把0V 接回我们的 Power 上。好，现在看起来就复杂了很多了哦。然后再来我们就是把电打开，然后再来我们就是按下去，然后你看我按下去就亮，放开就灭，按下去亮，放开就灭。如果我们要一开始就亮呢，那这也很简单，我们只要把这个24V 从 A 接点换到 B 接点，当时它一开始就亮了。当我们按下按钮的时候，它就熄灭，打开熄灭。然后这边在讲的话，有人是习惯会把它的电源侧接到供点上，可是个人不喜欢啦。除非你有特别需求，就是我这一个电下去 ，A 接点、B 接点都会有线接出来，那当然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你只是用一组 A 接点或 B 接点的时候，我会建议你把电源接在你的 A 接点或 B 接点侧，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电源接在这边的时候，当这个还没做动的时候，下面这个端子是会有电的。当你东西从这边掉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一般我会比较习惯把电源接在这个 A、B 接点侧，供点再接去我们的控制端。这样子履类的说明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刚刚电路已经从让电灯亮起来，用按钮让电灯亮。然后我们用按钮让履类亮，履类再来控制我们的电灯。这些我们都会了之后，再来我们再讲到这个，这叫做电池接触器。它这就是可以控制更大的电流，像你马达比较大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里还有过载保护可以调电流。当马达过载到一个电流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它就会帮你跳脱。接触器的话就跟履类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样去控制它的线圈，然后我们的控制有的马达因为是
3条线，所以我们马达会3条线从这边接下去，然后从这边再接出来。这有2个，这里就是过载保护器的 A 接点跟 B 接点。当过载保护发生的时候，这 A 接点就会发生。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接讯号接到我们的控制器，让我们知道，我们过载。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接着 B 接点，就是我们的电源先接来这边，然后再控制我们的线圈。所以当一跳脱的时候，就算我们控制器没有关，它这边也会帮你把马达把它关掉。这样子就这样介绍起来。然后但是你会很疑惑啊，我这样控制电灯，那我怎么去控制电磁阀、控制马达？像电磁阀就是一样嘛，我们是控制电灯嘛，我们只是把这个电灯的线接在这个线圈上面而已。然后我们电控制这个电磁阀，当然就会做动了。然后马达也一样啊。当我们把电换来这边的时候，一样的原理啊。因为我们要控制这个马达，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 B 接点换回 A 接点。再来，我们就先把电灯的线拆掉，然后这边一样是保留，一样嘛。我们这边电源是24嘛，所以我们就马达正给它接过来这边，然后马达的负接回我们的电源供应器，这样电路就接好了。我们把电源打开，然后我们就按下去，马达就会旋转了，放开马达就会停起来。当你会这一些回路的时候，你只是控制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还是有透过这个继电器啊，或者是按钮去控制，只是东西负载换的东西而已。好，这样子电路方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这已经算是比较基础的啦。这边如果没办法搞懂的话，你说真的要去搞一台 CNC， 除非有人去跟你说，这条线接哪里，这条线接哪里，如果没办法自己判断的时候，当你弄起来，你也没办法维修啊，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很基础的。为什么它不能动？一定是上面没有控制，或者是线有烧掉。就是以这一些原理，我们就可以去做维修啊。所以电路篇我们就介绍到这篇了。好，刚刚我们电路已经讲解完了，再来我们来说你主轴有哪一些。主轴，如果你最便宜、最阳春的方案就是这种775马达，前面再加这一个套筒，就可以把我们的刀具把它固定在这边，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然后这种因为是 DC 马达，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这个，要电源供应器去让它旋转。然后再来这个就是也一样是 DC 马达，只不过功率比较高，就400瓦了，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后面多了一个这个风扇。它这个风扇就是马达在转的时候，它可以由这边把马达做散热的动作，一样有一个 power。不过这个 power 比较特别，是它还可以调速。如果预算再多一点的话，可以考虑用这一种。再来我们就要进阶了更高级的。就是这一种主轴，这种叫做电主轴。我这一颗是那个2.2 k 瓦的，不过这种马达你一定要有变频器，因为它的工作频率是在400以下啊。如果一般我们的交流电来的频率最多就是60赫兹而已，所以这种东西就要搭配变频器来使用。然后变频器有分2种，有一种是单向机种的，就是我们单向220的电接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使用。不过通常单向的机种会比较大，因为它电容会比较大颗。如果你有3向电的话，就直接买3向电的变频器，会再小颗很多。然后再来我们就实际接线让这些马达动起来。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开始，像这个 DC 马达，我们就可以用刚刚那一个电路盘，我们就可以来控制它了。那我们就来实际接一下看看吧。好，这些回路还是跟刚刚一样，我们一样是这电打开，我们按下去铝类就会 on。放开铝类就 off，on off on off， 然后再我们就来把 DC 马达接上去了。我们这电源先关掉因为它这个是用插的，所以我们会夹这种端子把它插进去，或者是他买的时候应该会附线给你啊。那我们要讲这个 DC 马达，我们刚刚已经接过这个铝类这边的电源侧是正电，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马达的正电接到我们的继电器。然后零 V 我们一样接回我们的 Power 的零 V， 好，再来电源我们就打开了。控制器如果控制它的时候，控制铝类 on 的时候，我们的马达就会运转，然后放开就停止。然后可以发现它停止会等有一点久，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快速停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马达里面是线圈，我们供给它电就会产生磁力。但是如果我们把线两边把它接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磁生电因为我们这边电阻很小，所以变成会有阻抗。所以我们只要在让它停止的时候，这2条把它接在一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从继电器上下手，就是我们继电器还有一个 V 接点，这也是马达的电嘛，我们把它接回 V 接点，把它跟零辅接在一起。我们正电先拆掉。我们这一条
接上去，然后我们正电再接回去。这样等于马达停止的时候，这两个就是会相通在一起，因为我们正跟负都接在零 V 上面，所以这个再转就不好转了，这就没有那么好转了。然后如果我把线拔掉，然后我们再把线插回去，就会变得不好转。然后我们再打开电源，然后我们就这样，马达就会马上停止。不过这个接法只适合 DC 马达而已哦。交流马达千万不要这样子玩。好，再来我们下一个介绍我们那个400瓦的主轴。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这个400瓦的 DC 马达。它这边它就会给一个那个电源供应器的，我们就不能用我们原本，因为它这一颗是48V 的，它有附一个，然后还可以做调速的功能，所以我们要再从这边接电接给它。所以我们就从我们这个电源侧把电源接到这个电源供应器，像从这边接或从这边接都可以。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电源供应器的这个 LN 地方，我们再引2条线出来给这个电源供应器。那我们从那电源供应器把 LN 的线拉过来之后，我们要接到这一颗48V 的电工上面。它这边有电源，还有电机，还有 on/off 的控制，然后调速。然后我们先把电源接上去。因为它没有写 LN， 所以我们就随便锁就可以了。好，这样我们电源就锁上去了。再来我们这边它会写电机，它也没写正负啊，到时候我们试下就如果方向不对，再2条对调就可以了。好，再来我们就把电源打开了。只是让我们一打开电，它就开始运转，没办法控制。好像在这个 power 上面有 on/off， 就表示说我们把这个线拆下来之后，我们接到我们的继电器上面，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继电器去控制它了。像它这个没有写正负的，没有极性的，所以我们就是把2条线直接接在继电器的 A 接点上面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电源供应器的 on/off 上把这2条线拉出来，然后我们就一头接 A 接点，一头接供点。好，在我们电源打开之后，它现在就不会转了。当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好，要等一下。那你们觉得这一颗有没有办法像刚刚一样让它紧急停止呢？是可以，不过回路会很复杂，因为我们必须把这里的正电接到我们的relay上，然后我们这个一样接到我们的马达上的正电，然后这里跟这个下面的 V 接点，我们都要接来0V， 这样子它一关闭的时候，它才能把它停住。有一件事就是这里的0V跟这里的0V不要混在一起，0V是都用它的0V才可以。不过像这种越大颗的马达，像这种急停的话，因为有时候它转子比较重，所以它在停的时候，如果我们给它这样子，有时候会发出比较重的电，电路有可能会有那个比较大的电流流回来，所以不建议啦，因为它这里都已经有控制器了，我们就直接让它去跑就可以了。好，再来下一个，我们就来讲那一颗大颗的主轴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种交流感应马达的主轴。然后像这种主轴，虽然说它是写 2.2 瓦，然后因为它这是显示400赫兹，然后24000转，所以表示这一颗马达是2级的。至于这个怎么算呢？因为它这个算法就是那个频率乘以120，然后再除以级数，会等于我们的转速，所以我们反推回去，我们就可以知道它那一个级数是2。如果你是要洗金属的话，建议可以挑4级的，转速大概到12000，它会比较有力一点，因为它的那个电磁铁的磁极有4个方向，所以你的连续性会比较好，力道会比较高。然后如果是铝合金的话，就可以选2级的。然后再来这种马达要怎么控制呢？通常你买回来的时候，它只会给你一个接头，然后你还要再连这个线。如果在买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跟它凹一下，叫它连个什么2-3米的线啦。然后我们就需要一台变频器。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有单向机种跟3向机种，如果有3向，尽量用3向。因为双向的话，它只是靠这个它的里面的用很大颗电容去储蓄那个电流。如果因为我们只是家用的话，你就是选单向的，因为单向会有一个缺点，要求的电流要比较高。像它这边就有写到了，
看到上面它就写那个 EPH 就是我们单向电，然后220到240为50到60赫兹，它需要27安培，断路器至少要超过这个电流才可以。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家里的那个电流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不然你这个主轴可能一转下去，你家的电就跳掉了。然后再来我们就来接它的线啊，因为这个打开这边就可以看到。它上面就会写 power 跟 motor， 因为说它写230 AC 1Y， 表示我们这一台是接单向的。然后这里有 UVW， 这是要接去我们的马达。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接它的电了。而如果是家用的话，交流电就只有220只有2条，然后我们最好再拉一条地线过来，那我们就依序接上去。然后就把这个电接到这边，然后我们地线的话，地线在下面这边，这里有一个地线的符号，我们就把它锁在这边。好，这样我们入力侧就好了。然后注意哦，它这里 power 就是叫我们 power 接到这边哦，千万不要把你的电把它接到马达这一边哦。然后一接上去，这一颗直接就蹦，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power motor 的位置。好，再来这马达，你看这是3向感应马达，所以它会有3条线，然后再加1条地线。然后通常做出来的线都会有3种颜色，就是红、白、黑、绿。那我们就这样接上去，地线我们一样先接到下面去。好，这样我们马达输出侧就接好了。好，再来我们就是把马达输出侧的接头接到我们的马达上面。因为这个马达等一下在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惯量，所以我先拿个 F 夹先把它固定起来。好，在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把电源打开。好，在我们电源打开之后，通常啦，我们买这个来，你这边 run 就可以按下去了。因为它预设频率是60赫兹，因为它是翻用我们标准马达，所以我们要去改一下的参数，改它上限改到400赫兹。然后我们就翻阅它的手册，看它的频率上限是在哪边设定。我刚刚发现我们马达转错边了。如果换马达方向，请改变频器输出侧，因为入力侧你怎么换都没有用。随便找2条对电但是我们电源先切断。然后一定要确实等它关机之后，我们再来换线。在我们参数设定好，我们就按运转了。因为这种马达，因为它温度会很高，所以它有那个水冷的口。对，这个不要转太，到时候等有水冷的时候，我们再转久一点。再来，我们就讲说它怎么去控制它。再来怎么控制它呢？这时候就一定要翻它的说明书了。好，我们就会找到手册，然后你就找到正转在哪里，然后这里就是写 NIE，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如果我们接点 on 下去的时候，要连到这个 DCN， 所以表示它 DCN 跟 NIE 我们要接在一起，马达就会运转。当我这边断开的时候，马达就会停止，所以我们又要再拿到刚刚的控制盘了，所以我们就会找到变频器的 NIE 在这边，然后 DCN 在这边，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拉2条线出来，接到我们刚刚控制盘的继电器的 A 接点上面。好，当我们已经 Power 的部分我们已经确定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再装回去了。这样避免我们碰到它去变电到，然后再来我们就是把刚刚说的 NI1 跟 DCN 接出来外面，然后这里就是 NI1， 我们就这样给它插进去，然后我们确定它不会掉就好，然后我们再把 DCN 也接出来，这时候我们要用到我们刚刚的控制盘了，所以我们又需要它了。好，刚刚这2条线我们已经接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接到这个继电器上面。好，我们要这2条线，我们就把它接到那个继电器的 A 接点。好，再来我们就把电源打开。好，再来我们就是按下我们的继电器，发现它没有运转，因为一样，我们还是要去设定参数，告诉说我们的运转方式是什么方式。所以我们的运转方式，我们就选择说我们是用外部端子，所以你一定要在说明书找到说控制方式是使用外部端子控制，所以我们要再重新设定一下参数。它原本是由这个 run 跟 stop， 我们要改成用外部端子操作，所以我们要改成1，然后我们就按下去，就会运转了。当我们放开的时候，它就会
停止运转。这也就是刚刚主轴运转的方式。好，然后我们刚刚讲的马达控制，我们都是只有开跟关而已。再来，我们就要讲到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动平台的时候，我们总不可能只有开跟关嘛，因为它开的话根本不知道它跑多远，所以我们就要来先介绍什么叫做脉波。然后再来，我们就是会讲到数值控制。然后以我们 DIY 来讲，只要懂到脉波就好了啊。像工业用的都是什么 Ethercat 啊那一类的，那不是我们的领域。所以我们就先不要去了解，然后我们就知道脉波这件事情就好了。如果简易来讲，我们脉波就是这样子，开关开关开关啊，但是它的会更快，它每秒可能要几万次的控制，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叫做电子手轮控制器，它就是会接上我们这电子手轮，然后它会把我们转换成那个脉波讯号送出去。因为像这种脉波送出去，我们上面只要接个 LED 灯，我们只要看它电灯闪烁，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脉波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电路接起来吧。啊，因为它这里需要有一个电源正跟负，我们先把电源先接上去。它这里有写它的工作电压 DC9 到48，所以这应该是蛮泛用的了。那我们把正负电先接上去。然后我们控制器的正负电我们已经接了，再我们就要接到我们的 power 上。然后我们再回忆一下，上面这一排是正，下面这一台是负，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线正跟负把它接上去。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手轮，然后还有一个接头，我们就把它插上去了。不过如果只有这样，一定看不出什么叫做脉波。好，那我们就要接上 LED 灯，因为它这个输出的脉波是5V，所以接 LED 是刚刚好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有2颗 LED。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生器上面这里有 DIRX、PULX， 这边代表意思是 DIR 就是表示它是控制 X 的方向，然后这里PULX 它会从这边送出脉波，控制马达运转啊。因为它的5V 在这边啊，等一下为了方便讲解，因为这里比较好接，所以我们就把它接在第4轴上面。然后一样 LED 我们知道长角就是正电，短的就是负电。啊，因为它这里写供阳，所以表示我们的 LED 要把正电接在5V 上面。啊，如果要写供阴，我们就是把短的接过去而已。好，这样我们电源就接好了，我们就把电源打开了。然后手轮，因为我们刚刚是接到第4轴，所以我们这里它这个有一个旋钮，有 Off X Y 力4，那我们就把选择选到第4个，然后我们再把倍率调到 X1， 这是1倍，然后再我们就动一格，动一格，然后也可以发现这里闪一下，闪一下，它就表示它送出一个脉冲，所以我们转快电灯就会比较亮。然后我们当转10倍的时候，转1格，因为它就一瞬间送出10个脉，会比刚刚1格的时候还亮一点。然后我们再切100倍，你会看到它亮更久了，因为它送出了100个脉波出去。然后再来脉波就是控制马达前进。那我们反转怎么办呢？我们往逆转的时候，它就有另外一个讯号，这个讯号 on 的时候，马达就会往反转或者是正转。好，所以我们继续调回1，所以我们每送一个，它就会亮一下。然后如果我们正转，它灯就会熄灭；我们反转，它就会亮一下。正转、反转，但是这边脉波都会去送一下，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这样子转很快，它就会送出很多脉波。所以脉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来，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步进马达的驱动器。我们这电路先放到旁边，等一下还会用到。刚刚已经讲完脉波的原理，再我们就来讲这些驱动器。然后这个是最便宜的，这个非常的便宜。不过它的功能就很阳春，它这个电流只能到3安培，然后输入的电压最高到36V，但是他们会建议说用24V。然后它这个的细分只能最多只能分到1/16，所以就是要3200个脉波可以转一圈。虽然说以3D 列印或者是雕刻机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不过因为它的电流只能到3安培，所以你要在做更大台的雕刻机的时候，这种就不适合。再来就会用到我们这种的。这种的话，它的耐压就更高了，它可以从24伏到60伏。电压越高，表示这马达的最高速的转速这里可以再快一点点。然后它这边就功能就比较多了，像这一颗电流就可以调到4安培了。然后它细分的话，它的选项就非常多了。它这边可以细分，可以最高可以调到一圈是25600个，或者是它可以细分到较整数的，像是1000、2000、4000、5000、6000、10000、20000这一类的。
所以它功能就比较多，所以但是它会再贵一点点。但是这2种都是一样，都是开回路的。开回路就是它叫马达动，可是它不会去管马达有没有动到位置，它只会傻就是我叫它丢一个脉波，它就叫马达走一步。但是马达走了一步，他并不知道，所以之后就有人研发出了这种叫做闭回路的步进马达。这就是跟功能都跟这个差不多，只是它这个屁股这边多了一个译码器，所以表示说叫马达运转的时候，控制器叫它送一步，我就会去检查它这个有没有转一步。如果差太远的时候，我就会跳异常，让那个控制器知道说，我已经追不上你的脉波了。不过一样，这种解析度顶多就是到2万个细分而已。有人觉得说，我精密度想要再更高一点呢，没关系，还有这种东西。然后这个叫4伏马达，然后它这跟银泰一样，屁股也是多了一个这个。而且4伏马达的好处就是它的转速更高，至少就是从2000转、3000转起跳。所以你想要更快的运转速度的时候，你就要选4伏。不然像步进顶多你用到大概到400转，其实它的力量就上不去了。因为这是牵扯到它曲线的关系。不过以这2个大小来说，它这一个就可以到2牛顿，但是它这一颗只有1牛顿的力量。不过因为它速度可以到3000转，而且它是4伏，所以它可以瞬间容忍到3倍的扭矩，就是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去补电流让它去转得动。因为通常只要抵抗了那个静摩擦之后，其实都会很好移动的。然后像4伏马达，它的这个编码器至少都是17 bit 以上，所以它这个解析度像17 bit 大概就10几万的。虽然说是10几万，但是实际上我们要以我们的机构去设计，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的控制器脉波没办法送太快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降低它的解析度，才能达到我们的3000转。因为它这个解析度很高，所以它可以去调整说我每圈的解析度，我每圈我要调成1万、2万，这都是对它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我们就实际接线，让这些马达动起来了。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开始，再来我们就来接驱动器。驱动器最重要，一开始我们要先把电源先接下去。好，在这驱动器上面就会写正24跟 GND， 这就是要接我们的电源，就是我们的 DC24。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A 加 A 减 B 加 B 减，这就是我们要接去我们的步进马达。然后在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有6个端子，像这边中间有写 CW 正跟 CW 负。表示这个给它送电的时候，它就会去控制刚刚的我们说的方向。然后这里有一个 CLK 正跟负，就是我们的脉波要送入的地方。然后再来这里有一个 EN 加跟 EN 减，就是当我们通电的时候，这个马达就是失能，就是它没有作用。当把这个断掉的时候，马达就可以再继续驱动。通常是不会去接到这一边，因为脉波不送，它就停下来就好了，不需要特别送那个讯号叫它停止。然后再我们就把它线接起来了。然后这个步进马达通常会有2项、3项，还有5项。然后它就是它的那个步进角是不一样的，因为看他们设计是怎样。像这2项的，一般就是 1.8 度，但是要设定成 0.9 度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看你的需求。不过我们最泛用的是2项步进不过2项步进我们拿到的时候，如果说明书有跟你写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那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呢？像这一颗它就是2项的，但是它上面有6条线我们就要先找到我们的 AB 项我们要找到 AB 项很简单，这里有一些线，你现在这里先转，你会觉得转的阻力是这样子，然后你现在把这个靠上去的时候，如果它是同一项的话，它会非常难转，这个就会非常难转，然后放开这个就很好转，所以我们就可以归类这里是一组。因为它有6线，所以6线我们必须找到3条线是同一组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从这里去把它2条相压，然后我们看看是不是有变紧。如果没有就不是，那我们就再换下一组。这个也不是。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2个是一组了。然后这个我们再继续找。所以这3条是一组的。然后这3条是一组的因为它这个6线是从那个我们的线圈的中间拉出一条，所以我们要用电表去量，我们要量阻抗最大的那一组，因为如果你量到中间的话，阻抗就是会2边都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找出我们的 AB 项的位置。然后我们就是一样，我们就是要把电表转到欧姆档因为我们知道已经 A 项 B 项了，我们先找 A 项的，我们就随便找2组，把它量一下阻抗。像这个就显示 6.7 欧姆，然后我们再量另外一组，
然后这里只有3.5欧姆，所以表示这一条是中间线，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这2条，白色跟绿色，这样它就是一个相位。然后这边也一样，另外一项我们也去量。像这个就显示3.5欧姆，然后我们再量另外一组，然后这显示6.7欧姆，所以表示这2个黄色跟蓝色是一组，那么红色我们就不需要用到了，然后我们就这样把它接上去了。因为只要找到 A 项跟 B 项就好了，这个正负没差，因为它只会影响你的转向而已，所以你有颠倒的也没关系，只是方向错了而已。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A 加 A 减 B 加 B 减把它锁上去。好，这样我们马达的 A 加 B 减 B 加 B 减都接上去了，然后我们就接电源给它，然后再我们就不需要这个 LED 了。一样，因为它这边写供氧，所以我们这个的正就是都要接来这个供氧上面。啊，因为我们脉波跟方向都各会有一个正，啊，因为它这里的供氧才一个，所以我们才这样子做。然后我们就把正接上去，有写正的，我们就把我们的5B 接上去。然后这个 EN 我们就不要理它，这是它的智能的开关而已。然后一样这边我们就用 X 了，那我们就把 DIR 就是我们的方向，所以方向我们要接到这个驱动器上的 CW。然后再来我们就接到 PUL 就表示是它的脉波输出。好，这样我们就把线接好了啊。不过因为这样子在看马达，我们看不太出来，所以我上面贴个胶布啊。不过在开电之前啊，你要确定一下马达的电流，它上面都会写它额定的电流，所以我们就要依照它的电流，我们把这个驱动器把它调到我们适合的电流。啊，因为这一颗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先调1安培，然后再视情况加上去。1安培，他说 SW1、SW2、SW3，然后还有 S0的开关要010，然后这是 SW1，我们就切0、1、0，然后这 S1 也是0，然后再来我们这个步进我们就先不管，我们先设定电流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可以把电源打开了。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多快多慢，我们都先切 X1，然后我们切到我们的 X 轴，然后我们去动一步。然后我们再调10倍，你会发现它停住了，因为我们超过马达额定的转速了，所以我们100倍。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细分都没有调，所以它这一个一圈是200格，因为它走一步是1.8度，而我们一圈有360度，所以它是200格。如果不相信，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这里先转到0，然后我们把它转100倍，然后 X 轴，这时候正常应该动2格，它就应该转1圈。那我们先动1格，它就走半圈了。然后我们再走1格，它就1圈了，所以表示这个1圈就是200格。但是通常你会觉得解析度好像有一点低，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调它这个细分的等级。一般呢，我是建议大概1600、3200就差不多了，再上去意义不大，因为我们算给你听嘛。我们1圈分3200格，而我们的螺距假设是5nm的话，我们5nm然后去除以3200，表示我们每一步是0.0015nm已经比那个1条还小了。我们的雕刻机的机构都不一定能跑到这个精度，不过这个解析度是为了给控制器它去运算比较小的时候，它比较好运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成3200格。像这驱动器要调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把电源关掉。它这里写1286，像我们要调到3200的话，我们就是它写 S3 要0，S4 要1，所以 S3 是0，S4 把它切到1，这样就完成了设定。好，再来我们就把电源再打开。然后一样要验证我们刚刚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转回0，然后我们把它切到 X， 然后一样100倍，然后我们不要转太快，我们一格一格跳。1、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就是3200个赫兹，我们就会转回1圈。好，这是小颗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我们就换大颗一点的。
好，那我们换了这一颗，我现在已经先配好，因为它的那个配法是跟我们原本是还没什么差异，所以一样就是要接电源，然后马达有 A、B 项啊，因为我们这个刚好是只有4条线，所以很好找，就是我们讲的两一对，把它弄起来，看马达有没有变紧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它的 PLS 就是我们的脉波，对应到我们脉波产生器的脉波，然后这里 DIR 就是方向，然后我们就是依序把线这样接进来就好了。它这 EN 跟刚刚一样，就是如果你通电的时候，马达就是你送命令，马达是不会转的，啊，不过通常不会用到。然后再来是线接好之后，我们就把电源打开了。然后我们在打开电源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下这个马达电流。像它这一颗就写3安培，所以我们就找到驱动器这边，然后这里有 PEAK 跟 RNS， 我们要看的是 RNS， 因为我们看平均值，啊，平均它这里是写 3.07。它这里就写123，这就是表示它的开关123要切成101。好，这上面就有写123456788。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要调3安培是101嘛？啊，因为它切下来是 on， 所以我们要101。然后再解析度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说顶多到3200而已，不要再高。它这边就是5678，对应的就是1101，然后我们就切1101这样子。好，在我们电流跟解析度我们都设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电源打开了。啊，一样，我们先切到 off， 然后我们切到0的位置，然后也一样，我们100倍，因为我们设3200了嘛，所以它转一圈要3200个脉波，所以我们就是从0转到32，然后我们就开始。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然后我们就刚好转一圈。啊，不过这种就是它卡住的时候，我们这边完全不会知道，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介绍我们那个闭回路的步进马达。好，再我们就来讲闭回路的步进马达。我们一样这边要接 DC， 然后像它这个 DC 就是24V 到50V， 然后马达一样 A 加 A 减 B 加 B 减，然后一样这一颗马达上面就有 A 加 A 减 B 加 B 减，而且有照颜色，所以我们只要照着接就好，就不用再去那边拆了。然后我们这边一样，我们的PUL 跟 DIR 就跟刚刚一样，就是脉波跟方向。它只是说这个比较多了一点，就是除了这个 EN 正负之外，它还多了2个讯号可以输出。一般就是它输出刹车啦，像这一颗如果步进马达有刹车的话，就可以帮你控制把刹车打开。然后这个是异常，因为像它这是闭回路的，所以我们就要必须知道它发生异常，所以我们异常可以接出来，让我们控制器知道它异常了。然后它跟一般步进马达差别就是，它这里要再把 encoder 接回去而已，有没有？它这里有一个 feedback， 就是回授。然后我们一样，它这上面都有写它的线怎么接的，我们只要照着这个线色接回去就好了。好了。我们就把那个它的 feedback 回授已经接上去了，然后再来这个，因为我们就只要是设3200，因为它这里都是设解析度，我们找3200，开关1、2、3、4，分别是 off on on，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来切它 on。然后在这个驱动器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这里有一个5V 跟24V 的旋钮可以选择。不然正常来说，像这种步进驱动器，它里面那个是光耦合器，所以它其实跟 LED 一样，电流不能太大，电流太大它会烧掉。因为5V 的话就是刚好是不会烧掉，但是24V 的话就是要串电阻。像它这一台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切24V 的时候，它会帮你把那个电阻串上去。因为我们这个是5V 的系统，所以我们只要切5V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好，那我们就把电源打开了。然后一样，我们先把这个切到 off，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回0的位置。然后我们一样100倍 X 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一样，我们就是转一圈一样是3200，但是到了这里你就觉得不是一样吗？然后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最厉害的地方了。好，在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像我们这样子推它，它会再回来原来的位置。然后我们就来实际看它的扭力，看它有没有唬我说是2牛顿。再来我们就是用这个，然后去压秤，然后看它这个力量是多少，然后我们再去反推看是不是我们要的数，它给的数据是正确的。大概2000多公克。因为我们这个半径是10公分，然后我们就经过我们换算成牛顿米的时候，
啊，因为我们本来是1米是100公分，啊，我们现在变10公分，所以这个力矩会上升10倍，所以2牛顿米在这个长度之下会变成20牛顿米，所以我们这是20牛顿米，所以我们再除以9.8，换算起来就会得到2.04公斤，跟刚刚我们显示2000克是一样的，所以它没有唬我。好，这就是闭回路，就是 CP 值比较高的一个选择。就是又有伺服的一些优点，但是因为它这个 encoder 只有到4000个解析度而已，所以你也别想说跟伺服一样可以到好几万的解析度。它这个后面这一颗就是一圈只有4000 Hz 而已，但是它好处就是像这样子，它可以帮你回授。所以就是控制器丢多少，它就会很忠实的跑到你要的位置，除非你机构完全卡死，它可能卡太久，它会跳 alarm。这里闭回路的部件我们就介绍完成了，再来我们就要讲更高阶的伺服马达，再来我们就要来讲这个最高级的控制了，就是伺服马达了。啊，伺服马达，因为它这种 AC 伺服啊，瓦数比较小的时候可以接单向啊。这个我刚刚有查了说明书，它这个电源如果是单向的话，就是接 R 跟 S。不过这个东西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它除了马达的电源之外，它还要再额外接那个这边的控制的电源，所以这边也要再把 RS 这边再各接线过来，这样子驱动器才能完整的打开。然后在这边它就会有输出，就是马达我会有输出的线，然后还有一个回授的，所以在马达上可以看到2条。一个这个就是马达的电源，然后一个就是它的回授的讯号，然后我们就开始先把它接起来吧。然后这个可以从这边戳下去，然后这个就会打开。因为我们还是要接这一条控制线，所以我们还要再多接一条。好了，这样子我们就把马达的电源、控制电源还有 encoder 我们都接好了。那我们就打开电源，然后通常开机就会跳 alarm， 因为我们没有接那个急停啊，然后正反转极限，因为它都是接 V 接点的，因为我们没有接线，所以它会跳这个异常。我们要去设定，把我们这些开关都设定成 A 接点，它就不会触发了。这时候就没有异常了，不过伺服是没有锁定的，所以我们要再让伺服 on 下去。好，这样我们伺服就大致上接好了。啊，因为它这个解析度很高，它还要再去设定齿轮比啊。不过我们只是要介绍说它怎么动而已，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切 X 轴，然后100倍，然后我们这边已经0了。然后我们每动1格1，这里就显示100个脉波。那我们就这样转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你会发现我们在动它都不会动，非常的少。好，然后转很快它就会动了。好，然后伺服就是这样子。它实际上是它还可以再设齿轮比，但是我们要以我们实际机构，像我们一圈要使用几个脉波，然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设定，因为通常这个都会设定到一圈是1万或者是2万啊。因为这边我们只是讲说怎么让它动，实际上看机构之后，我们再去调齿轮比就可以了。一样我们就会知道脉波就可以让伺服动，然后步进马达也可以动。哦，真的是辛苦了哦！看到现在已经应该过了很长的时间了啊！如果你只是想要把一台铣床，然后改成用手摇轮控制的话，其实到我们影片整个到这边就可以了。就是将我们刚刚脉波产生器，你就可以去选择 XYD， 然后再去选择你要的马达装在你的机构上面。因为以一般我们 DIY 来讲，其实在我使用的经验来说，这个就很够用了。只要你的扭力选择的是正确，而且速度不要超过400转，通常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超很快的话，那可能真的要考虑这个，因为其实买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没有贵很多，就贵一点点而已。但是它就有闭回路的功能，而且它会自动帮你调节电流，所以你也不用去设定电流什么的东西。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速度再更快，因为它这个可以到3000转，如果你想要再更快的话，那你就一定要选4。不过伺服这个就是一定要去调机，
然后时候你调的那个刚性如果没调好的话，就是它脉波跟马达的追随性如果没追好的话，反而做起来不一定会比它漂亮。这个要会调机才有办法更漂亮。这个因为它比较单纯，就是我送一个它走一步，它并不会去预测说叫我跑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如果预算不够，就是直接选这种没有必回路的。如果有一点点预算，加一点点钱就可以得到必回路。这个的话，这基本上已经是工业级使用了。那个机构要非常稳，你才需要用到这种机构。好了，看到这位各位也辛苦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讲了我们的按钮一些 I/O， 然后还有主轴，然后还有我们的 XY 的控制的系统。相信到这边想要做一台 CNC 应该稍微有一点概念的，再只是控制器而已。不过因为这一集实在是录的有一点长的，所以我们下一集我们再来讲控制器。然后下一集我们就会介绍我们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控制器，然后我们下一集搭配机构再好好的去介绍它。然后看了今天的影片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资讯栏有一些联络，你可以直接私讯我们都没关系。如果我会的，我会尽量的回答你。好，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观赏。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救救爸爸，爸爸快要吃土了。